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幸福增加第12季第16集。电视上播放了一段痒痒和挠挠的广告，看着这不仅像往常一样残害了挠挠，连片段中的妈妈也被风头行动。新小妹不禁觉得这有些太过火了，辛巴不以为然，跟性有关的总是能有热度的嘛。听到爸爸的话，兄妹俩满脸问号。辛妈发现丈夫还在家，忙跑过来询问，谁知辛巴理直气壮，说如果他再迟到就会被开除。为了避免这种风险，他选择了翘班。辛妈懒得理他，孩子们也要快到上学的时候了，眼看校车距离家只有2街区了，辛妈连忙抓起2个孩子洗漱穿衣吃饭，没想到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结果校车没赶上。但家庭主妇辛妈绝不认输，开着车就追了出去，本想着赶上校车把孩子们送上去，哪知戴着耳机奥托根本没听见辛妈的话，还以为这女人是要跟自己比试，一踩油门就飙了出去。辛妈没有办法，也跟了上去。奥托看他挥舞着手臂，还以为是在挑衅自己，干脆直接冲进了河道超近道，这下可把校车里的孩子们整激动了，这简直就是真人版的生死时速嘛。辛妈最终还是逼停了校车，虽然已经到学校了，孩子们刚准备下车，奥托却来个急转，原来是有个新同学忘记接了。孩子们一听到新同学都兴奋了起来，纷纷在脑海中想象他的样子。女孩子嘛，肯定希望是个白马王子，恶霸嘛，则期待是个能制服所有教室员工的物种。可惜让他们都失望了，这是个红头发小姑娘。她沉默不语，一个人坐在了最后一排，听到周围那些不善的窃窃私语，幸好没有些同情她。新来日子总是很难过，她想总要有人主动去找那女孩说话。现在那女孩一言不发坐在跷跷板上，看起来很是孤单可怜。听到连眼镜仔都嘲讽那女孩，幸好妹坐不住了，你拉倒吧，忘记自己第一天来学校的样子了吗？幸好妹决定自己去做那个第一个欢迎她的人。她走到了女孩面前，你好，我叫 Lisa， 你呢？没想到回应她的是一记拳头。辛巴辛妈对女儿的遭遇深表同情。辛巴说她读书的时候也有恶霸问题，只不过她当时就那个问题本身是施暴的一方。辛妈安慰女儿，或许可以试着谈谈呢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爱好。幸好妹觉得这个可以哦，或许她喜欢爵士呢。辛妈不觉得这是个明智的选择，或许女孩子会更喜欢 MS 娃娃吧。幸好妹想了一下，可能会行得通。幸好妹找到了虎妞，就那新同学正组织语言，打算尝试建立一下友情，没想到就看到虎妞手里拿着 MS 娃娃，而且还是自己喜欢的那款，就像和她那个是一样。话还没说完，新小妹发现这根本就是自己的。虎妞一口咬断了娃娃的脖子，又将头颅吐在新小妹头上，尝起来像是你的。这还不算完，她还把新小妹扔进了储藏柜。新小妹还不死心，问她喜不喜欢爵士乐，没想到搭话的是被关在隔壁的眼镜仔，同样被关的还有糊涂蛋。我这小子脑子不好，还挺享受。恶霸们又在欺负马丁，把他挂在看台上砸西红柿。这新小妹找到了他们，询问这些人对安保工作有没有兴趣，还真别说，他们真的感兴趣，要求不高，适时休息，包午餐。新小妹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我需要全面保护，目标恶霸极其凶残。说着，她要展示自己手臂上的伤痕，那确实够凶残，孩子们都有些不相信是人为造成的。确实，他是个暴力派艺术家。小胖子立刻表示他们不对付姑娘，主要是因为太麻烦了，又抓又咬，有时还会让他们坠入爱河。没想到欺负 Royal 这件事都有这么多门道。小胖子见新小妹不解，就随她聊了聊。新小妹说，她只不明白虎妞的动机，为什么她只针对好学生。小胖子自然也不知道，新小妹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。他表示自己一定会解开这恶霸密码。既然已经夸下海口，那就要开始行动了。刚好这时，新小妹遇到了清洁走廊的威力，她立刻想到去看保全录像。威力听这话，吓得连连表示没有。可是摄像头的位置太显眼了，她想瞒也瞒不住。威力没了办法，直接让新小妹放进监控室。看着那么多的屏幕，新小妹震惊了，这还真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啊！不过这不重要，她来主要是看虎妞的录像。这时，威力发现厕所的纸快用完了，就匆匆离开了。新小妹先看了食堂被打的那一段，明明已经躲在桌子下面，还是被虎妞揪出来胖揍了一顿。然后是另一段，那时游泳课的时候，虎妞看到新小妹，却没有打她。回放之后，她发现了问题的关键鼻夹。就在这时，门开了，新小妹还以为是威力回来了，自顾自地说已经找到激怒虎妞的源头了。不曾想站在自己身后的正是虎妞本人，看来这顿打是免不了的了。总的来说还是有所收获。新小妹集结学校的书呆子们，让他们在跑步机上大肆流汗。马丁实在累得不行，表示不知道原因就不会再动了。于是新小妹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，说认为恶霸和书呆子对抗的关键在于汗液。眼看汗水已经差不多了，新小妹就用烧杯收集了下来。刚好今天春田拳手正在小爱班里演讲，新小妹就想用它来证实一下自己的想法。得知这为了科学，她也就同意了。新小妹将得到汗液擦在拳击手的领口，很快小胖子身体就起了反应，他手上突然有了思想。可是他来到拳击手面前，然后情不自禁挥起自己的拳头。他也很想停止，可就是做不到。很快又到了1年1度的科学日，每当这个时候，各个科学家就会报告自己的新发明。比如有位科学家就表示，可以在大楼附近布置一个巨大的捕鼠夹，这样一来就可以阻止 UFO 对地球造成威胁。新小妹就刚好排在这位科学家后面。台下科学家一听是这么个小姑娘，都有些不屑一顾。但新小妹没有怯场，念出了自己的课题：信息素与恶霸攻击性行为的联系。她还展示
几张图片说明了一个事实：只要有好学生存在，就会成为恶霸的攻击目标。从伽利略到牛顿，甚至动物世界，七小妹说她发现这源于化学因素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她将虎妞带到了现场。接着，七小妹从书呆子那里分离出的化学物质抹在手上，果然一靠近，虎妞就发狂了。这时，七小妹又远离了一些，然后让教授将虎妞放出。就在她即将冲过来的时候，七小妹立刻喷了一些溶液在身上，虎妞竟然就像奇迹般停下了。七小妹表示，这并不是什么恶霸抑制剂，它只是一瓶普通的色拉汁、鲜烈的醋和强烈的羊乳奶酪阻隔了气味的接收，使恶霸变得无害了。这么看来，七小妹的发现确实有理有据。教授表示，这是本年度当之无愧的科学大发现。七小妹探寻真相过程中，辛巴在家也没闲着。那天，孩子们走后，就只剩下夫妻俩干瞪眼。突如其来的二人世界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。还好一阵门铃声缓解两人的尴尬。打开门一看，是个穿着得体的女人。她没有多余的话，上来就是你们的孩子死了。这把辛巴吓得不轻。得知原来她是安全问题检测专家，刚才所说也只是设想的情况。夫妻俩都松了一口气。现在推销路子都这么野的吗？谁知气还没有喘匀，真又说小心死了。紧接着又补充道，是因为没做安全评估烦死了。这断句方式谁顶得住啊？女人毫不客气地走进了房间，戴上阴阳帽，假装自己是个婴儿，然后去探索整个房间的危险因子。这个宝宝屁股真大，你别这样。哇，真的耶！女人直接爬到了柜橱前，取出其中一瓶液体就要喝掉，没想到这瓶盖这么紧，她愣是没有拧开。冲开了水之后也没开，她急了，使劲砸了几下柜沿，才终于打开了瓶子。但这并不是什么化学清洁剂，而只是一瓶奶粉。不过她比较幸运，遇到是辛巴，这货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奶粉瓶子给砸了。他从前就会想到孩子们死在客厅的场景，没想到自家还真存在这样的隐患。不过辛巴的钱也不是那么好赚的，看了预算之后，直接把那女人踹了出去。晚饭后，辛巴还在为安全专家的事耿耿于怀。在他看来，只要在插上画兔子，就能吓退小女儿了。不过这么可爱的简笔画，怕是会起反效果吧？为阻止小女儿遇到危险，辛巴自己动手做起来防护措施。刚好小新就在旁边，就让他帮忙拿下射钉枪。这下可不得了了，辛巴直接被定住了。要不是辛巴听到动静，这我说不定就要原地去世了。通过这件事后，辛巴更担心家里的安全了。现在你知道美国家庭有多么不安全了吧？每3分钟就有一起儿童事故。辛巴当然知道，这也是他告诉辛巴的。辛巴的防护工作确实到位，连电话都用水泥封上了。辛巴不解，这些按钮能有什么危险？辛巴解释说，宝宝可能会叮毒药。说罢，就用胡萝卜演示了一遍毒药配送服务。一篮毒药正在运送途中。好吧，这下连辛巴也无话可说了。辛巴说他找到了上帝创造自己的意义，那就是去保护最微小、最脆弱的生命。他豪情壮志，表示还要将天赋抚养给世界。可惜小新手持射钉枪打断他的施法，确立好为民服务的宗旨后，辛巴的安防事业就支棱起来了。牵手师婆的手指有些尖锐，没关系，给他戴上手套就好了。洗衣生家的小孩想去游泳，直接被满吃的果冻弹回地面，又好吃又安全，谁不爱？想到街道猫和爸爸玩球，当然可以。到此一开，没有什么车能够伤害糊涂蛋，所有的娱乐设施全都被缠上了厚厚的泡沫，任凭孩子们如何作妖，都上不到分毫。辛巴优秀业务能力让他上了电视。肯特表示，虽然辛巴让宝宝的安全得到了保障，但另一方面也将很多从事婴儿产业的人推向了深渊。那些贩卖婴儿防护用品小商店不用多说，就那些大型制作工厂也只能倒闭歇业。洗医生很难过，宝宝的皮肤没有伤痕，他又赚不到钱。辛巴看到有那么多人因自己而痛苦，内心瞬间被自责笼罩。他冲到了街上，呼吁宝宝们擦上自己的膝盖，把头子塞进鼻孔，让猫咪睡在脸上。之后，全家人一起参加了科学日。辛巴很为女儿的重大发现感到骄傲。辛巴还像往常一样，根本没听女儿在说什么。这时，教授求救声音突然传来，原来虎妞又发了狂，对科学家又摔又打。更糟糕的是，小妹准备4R也用完了。虎妞的妈妈安慰道：“没事的，打累了就好。”科学前进的每一小步都伴随着无数的努力与汗水。科研人员有时候为了获得突破，甚至不惜让自己成为实验品。七小妹的研究成果或许不具备现实意义，但她勇于思考、刨根问底的精神却值得渐渐学习。比起辛小妹的发现，辛巴的事业或许不值一提，但她却让自己的想法用于实践，做到了知行合一。如果说辛小妹只是将理论证明，那么辛巴就用实践改造了世界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他最后没能坚持自己的做法。新事物的产生总是伴随着旧事物的灭亡，不断创新才能推进社会不断进步。比起惋惜被淘汰的，或许更应该顺应发展规律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想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